6月25号14点07分，嫦娥6号返回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你们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好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嫦娥6号任务返回器着陆回收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现场宣读了习近平的贺电。嫦娥6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突破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快速采样、 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并搭载4台国际载荷，开展了务实高效的国际合作。按照计划，回收之后的返回器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之后，将空运至北京开仓，取出样品容器及搭载物。国家航天局将择机举行交接仪式，正式向地面应用系统移交月球样品。 后续开展样品储存、分析和研究的相关工作。返回器着陆前要完成开伞、着陆等多个关键动作，及时获取清晰稳定的图像数据，对返回舱着陆位置预判和搜救预案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分布在返回舱理论落点周边的多台光学设备安装有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 能够捕捉到每一个关键时刻的具体细节，并及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我们在瞄准点5到7公里范围内部署了7台景象测量设备，可以实现以瞄准点为中心7公里范围内的落点测量，20公里范围内的景象测量。测量设备架设完成后，由后端操作人员远程操控设备。 获得返回器10公里开伞到落地的全部景象。返回舱的体积是载人舱的1/8，对我们目标捕获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嫦娥6号返回舱由于是无人舱，下降速度是我们载人舱下降速度的2倍多到3倍，所以又给我们任务期间这个稳定跟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进驻着陆场以来，景象测量分队充分完善方案预案，模拟可能出现的最复杂环境开展训练。 并协调搭建了雷达、光学、通信等设备，确保返回器返回全程实时可测。嫦娥6号顺利返回地球，多国专家高度评价嫦娥6号此次的探月任务，盛赞嫦娥6号实现了重大科学突破，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This is definitely a very good and very successful news for the very successful project. Because I think it's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mankind that some kind of vehicle is land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 and gets back. It will bring us more material to study the moon. It's definitely a very nice breakthrough for the Chinese industry and for the world development of space studies. The significant thing about this mission, is the fact that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bringing back. Samples from the moon, from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And firstly, it is a very challenging part of the moon to also even land in the first place because, the surface is not, very friendly to land a probe there. It's the least explored site, or rather the least explored side of the moon. And so, being able to know, its composition could have a lot of significance. Pero obviamente el tener materiales de otra parte de la Luna pues nos va a dar una visión mucho más amplia del origen de la Luna como tal. Las muestras son obtenidas en un sitio de alunizaje donde llegó la sonda Chang'e 6, que es la cuenca Aitken. Lógicamente la China es donde se están... 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5届新领军者年会暨夏季达沃斯论坛25号在大连开幕，吸引了来自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代表参会。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动能快速成长，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为各国企业创造了更大合作空间。李强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发展面临重要关口。这次年会以未来增长的新前沿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我们要正视世界经济面临的增长困境，以更高远的视野、更宽广的胸襟来对待发展问题，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在共同做大蛋糕中寻求自身合理利益，开辟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这些年，我们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中国新产业的快速崛起，顺应了全球科技革命、绿色发展的大趋势。我们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鼓励我们企业在前沿领域率先布局，这既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劲的动力，也为各国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会。致辞后，李强就中国经济及新兴产业等回答了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的提问。他强调，中国注重固本培元，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打好政策组合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特征、中国的国情特点及各个地方的优势特色结合起来，在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发挥应用场景优势、注重运用市场力量等关键环节下功夫，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成长。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采取一些重大政策的时候，会更加强调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在多个目标任务当中，我们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说要有效地推进高质量的发展。当天上午，李强会见施瓦布时表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与个别国家搞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筑墙设垒有很大关系。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我们要坚持开放胸怀，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前沿。施瓦布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世经论坛致力于继续同中国开展紧密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于2007年由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中方领导人共同提议设立，其目的是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一个可以共同规划未来工商业发展远景，并同世界1000强公司、各国和地区政府之间展开对话的互动合作平台。因其与每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互相呼应，各有侧重，所以也被誉为夏季达沃斯论坛，定期在天津、大连或者其他中国城市之间轮流举办。值得一提的是，多位论坛嘉宾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美欧等国近期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的做法，他们深感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累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提高了环保的效率，让联合国气候行动提出的目标能更顺利达成。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学者贝努瓦表示，中国是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派，整个世界都因此获益。Said it's based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hich I believe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o really let the market and the innovators come up with solutions. He said it should be based into sustainability imperatives. It should be based also on health of people. And those are values that we have at McGill University too. The governments are very short-sighted on this. They want to protect jobs, and they want to
prepare their companies to be ready to compete? It's incredible. I love new energy vehicles, and I think it's a real transition for the world. We need to electrify our economi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move away from fossil fuel burning. So China's progress in all of the major sectors like solar, wind, batteries, and especially new energy vehicle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world. 第15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联席主席、南非工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布希马布扎表示，南非十分需要新能源产业发展经验。We will take lessons and take these and implement them in our own economies to ensure that the world is resilient going forward. 围绕欧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中欧双方启动磋商。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以非常满意来概括此访，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呼吁欧中在6月底前抓住机会达成谅解。值得注意的是，继美欧之后，加拿大也突然跳出来参与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围堵。本月21号至23号，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率团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和杭州。目前，正当舆论对中欧贸易摩擦是否会升级为贸易战担忧之时，哈贝克此次访华也备受关注。22号，中欧双方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有德国媒体认为，中欧宣布展开关税争端谈判，对哈贝克而言是一个巨大成功。据德国新闻电视台23号报道，哈贝克在结束中国之行时以非常满意来概括此次访问。他还表示，如果因欧盟提高关税而引发欧中贸易战，所有人都将是输家。另据德新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4号中午，欧洲汽车板块整体上涨1.4%，而在德国 DAX 指数中，宝马、保时捷、大众和奔驰等德国汽车制造商的涨幅位居前列，达1.38%至2.73%。那么这将给中欧双方呢就电动汽车贸易涉及的相关问题呢进行理性的、坦诚的这样一个对话呢提供了机遇，有助于呢防止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双边关系的持续紧张。那么第二个成果呢是中德双方签署了中德工业减碳工作组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这表明呢中德双方呢将继续在绿色低碳领域加强合作。外界还注意到，德国总理舒尔茨24号在工业游说团体年度会议上发言时强调，德国政府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还呼吁，距离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生效还有一点时间，中国和欧盟应抓住机会达成谅解。有分析指出，分属不同党派的德国总理与副总理2个月内相继访华，而且接连发生，反映出德国政府希望努力避免最坏的局面出现。除了出口欧洲的中国电动车企业，德国品牌无疑将成为欧盟此举最大受害者。目前，中国市场占德国汽车巨头奔驰、大众和宝马销售额的36%。事实上，德国海外商会联盟近日就发布一份报告称，61%的德国企业认为，激烈竞争带来的价格压力是德企在华面临的主要挑战。欧盟加征关税的举措只会适得其反。德国呢，把中国看作是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但与此同时虽然中德的这个经济关系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由此也带来了德国开始重视了这个经济风险的问题，并在关键供应链环节实现合作伙伴的多元化，减少对华的依赖。6月12号，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计划从7月4号起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被抽样的比亚迪、吉利、上汽集团将分别加征17.4%、20%、38.1%的反补贴税。然而，这场持续半年多的反补贴调查存在严重问题。一方面，调查并非出于欧盟产业的申请，而是欧委会自行发起，明显违反市场意愿。另一方面，欧委会在抽样中排除了出口量靠前的欧美企业，只选择中国本土企业进行调查。这暴露出反补贴调查不仅预设了结果，而且实行了双重标准，其本质是将调查工具武器化、政治化，企图通过滥用贸易保护主义给中国汽车产业设置障碍，缓解自身竞争压力。此外，欧盟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
月访问德国时，曾敦促欧盟在应对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上与美国步调一致。欧盟委员会随后作出反应，跟随美国出台关税措施。有分析指出，当前要观望欧盟27个成员国在今年11月的最终决定，届时他们会通过投票来决定临时关税是否升格为永久性关税。但只有在至少15个国家投票反对，且这些国家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65%的情况下，临时关税才会被取消，否则将生效5年。值得注意的是，继美国与欧盟之后，加拿大财政部突然于当地时间24号宣布，将从7月2号起就如何应对中国产电动汽车进口展开为期30天的政策咨询，以防止因加拿大贸易伙伴近期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贸易转移现象。根据加方说法称，汽车制造业直接为加拿大提供了超过12.5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和欧盟近期针对中国产电动汽车采取的保护措施，有可能导致大量中国电动汽车涌入加拿大市场，将削弱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电动汽车生产商的盈利水平。对于加方跟风炒作所谓产能过剩，在25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我们始终认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人为的设置贸易壁垒，只会破坏中加或者是世界的正常的经贸合作，会损害国际产供链的稳定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加拿大缺乏知名的自主汽车品牌，主要通过较低的能源价格和税率吸引美国和日本汽车品牌在当地建厂，生产的整车绝大部分通过与美国的自贸协定向美国出口。但分析认为，如果加拿大政府调整政策，受影响最大的或是从中国出口整车到加拿大的特斯拉。2023年，特斯拉证实开始从上海工厂向加拿大出口电动汽车，需要支付约6%的关税，但消费者可以从加拿大政府获得约合3663美元的补贴。当地时间24号下午5点钟，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离开被称为英国版的关塔纳摩的伦敦贝尔马什监狱。根据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阿桑奇承认间谍罪，换取无需被引渡到美国服刑。24号上午，阿桑奇离开伦敦东南部的贝尔马什监狱，这是英国首都安保系数最高的监狱。他在一间3米长、2米宽的牢房内度过了1901天，每天23小时与世隔绝。他在获英国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后，下午乘坐私人飞机离开英国。维基解密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指，阿桑奇将很快与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们重逢。这些孩子们只在监狱中见过他们的父亲。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英国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平台上感谢所有为阿桑奇获释奔走呼吁的人。他日前还拍摄视频，感谢全球各地支持阿桑奇的人。12 years on, I'm visiting Julian in a high security prison. But this period of our lives, I'm confident now, has come to an end. And I think that by this time next week, Julian will be free. 阿桑奇的母亲克里斯蒂娜也表示，很感激我儿子的磨难终于结束了。她同时也强调说，过去的14年对我这个母亲来说无疑是伤害。据报，阿桑奇是本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承认一项合谋获取并公开国防信息罪，换取避免被引渡到美国，可以返回原居地澳大利亚。阿桑奇当地时间26号会在美属塞班岛的法庭认罪并听取判刑，法官将判处他62个月监禁，但他在英国监狱关押时间可折抵刑期。维基解密指，认罪协议的最终版本仍未敲定。而据美联社报道，由于阿桑奇反对前往美国本土，且该法庭距离澳大利亚较近，因此选择在那里举行听证会。完成该程序后，阿桑奇将乘机返回澳大利亚。I think now is the time for him to rest and really recuperate, be with his family, and have a bit of a quiet life for a while. Like we all. Does he have a home there? Will he stay with family members? Where is home for Julian Assange in Australia? Hopefully somewhere quiet, out of the way, where he can go outside, feel the sun on his face, and be in the Australian bush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that he can have a chance to really rest and recover and spend some time with us. And it'd be just nice to enjoy a meal with him
when he's back home in Australia. 澳总理阿尔巴尼斯24号对美国政府与阿桑奇达成微妙的认罪协议表达欢迎，说这起案件拖得太久了。About Mr. Assange's activities, the case has dragged on for too long. There's nothing to be gained by his continued incarceration, and we want him brought home to Australia. 在中国外交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也被问到中方如何看待阿桑奇案的最新进展。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对于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不做评论，但是我想，维基解密披露的有关信息，让国际社会了解到了更多的事实和真相。维基解密自2010年以来曝光大约70万份美军机密文件和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涉及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战争罪行，在古巴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监狱虐待在押人员，令美国政府颜面扫地。其中一段拍摄于2007年的视频显示，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射杀平民，导致包括2名路透社员工在内的10余人死亡。美国联邦检察官对阿桑奇提出18项指控，最重可判175年监禁。今年3月，英国最高法院裁定，美方需首先保证阿桑奇在美国的待遇，包括免受死刑等，否则不会立即引渡他到美国受审。考虑到英国大选将于下周举行，政权预计将发生更迭，或导致阿桑奇的引渡协议有变数，加上美国大选选情焦灼，阿桑奇最终和美国拜登政府达成妥协。德国《世界报》称，美国政府对公开其丑闻者进行报复，以及英国司法部门沦为帮凶。阿桑奇案表明，新闻自由和法治在西方已经过时。